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众所周知，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脂肪肝在很多肥胖和代谢有问题的人身上常见，也有人认为只有肥胖的人才会被脂肪肝纠缠，其实不然，身材瘦小的人同样也会得脂肪肝。体重45公斤的陈阿婆就查出了中度的脂肪肝。50岁的陈阿婆听闻了过度肥胖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为了能够让自己活得更久一些，她就开始节食减肥。决定节食后，阿婆从不吃大鱼大肉，早上不吃早餐，而中午就吃一些简单的水煮菜，到了晚上也不敢吃太多，就是简单的一碗紫菜蛋花汤。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阿婆去参加社区免费体检项目，结果发现自己居然有中度的脂肪肝的问题。针对阿婆这个情况，医生表示，人处于节食饥饿状态下是无法正常的获得身体所必需的葡萄糖，此时身体就会借用其他部位储存的蛋白质、脂肪等，继而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肝脏。而一旦过度堆积，便会形成脂肪肝。都说过度肥胖对身体不好，为什么体重不高的阿婆也会生病呢？那少吃点到底好不好呢？一项长达20年研究，少吃点更长寿。上世纪80年代，因为恒河猴与人类有93%的基因相同，而且衰老的方式一致，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联合威斯康星大学以恒河猴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2项独立且长期的研究。恒河猴的平均寿命在20岁，而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发现，恒河猴每天进食量减少30%，它的最长寿命可以达到43岁，而且这些猴子的外貌行为均无衰老的迹象。另外，威斯康星大学研究者也发现，减少了进食量后的恒河猴，外表看起来更年轻，身体也健康不少。资料显示，减少食量的恒河猴，心脏病、癌症发病率都降低了50%以上，特别是糖尿病的发病率为0。而在为期20年的长期观察研究中，这些控制进食量的恒河猴死亡率在13%，相反，不控制饮食的恒河猴的死亡率在37%，约为控制进食量恒河猴的3倍。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后，研究人员们最终的结论是，少吃一点更长寿。2. 日本人不爱运动却最长寿，是因为吃得少吗？2018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日本总体平均寿命预期排名第1，女性为87.1岁，男性为81.1岁。2018年权威期刊《柳叶刀全球健康》中指出，全球最不爱运动的国家中，日本排在了第11位，约60%的日本人参与运动积极度低于平均水平。为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吃上一探究竟。1. 吃的分量少。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德荣曾前往日本出差学习，期间总会有饥肠辘辘之感，原因是日本的伙食少得可怜。在日本，一顿饭往往就是几片蔬菜和几片肉，再加上一碗米饭和酱汤就完事。这样看来，日本人的食量其实只有中国人的1半，即使是劳动的人，饭量也不多。另外，日本人吃饭也很慢，每顿饭每样食物都会细嚼慢咽地吃上几分钟。2. 种类丰富。日本为了健康饮食生活指南中指出了健康饮食的目标，一天吃30种食材。这种健康饮食概念在日本很流行。日本人餐桌上的饮食数量很少，可是它的种类丰富，蔬菜、鱼、肉、豆类、水果以及米面都是用小碟盛装，花样多，保证每顿饭都能够摄入多种且均衡的营养。3. 烹饪少油。在日本很少能够看到炒菜的油烟，
而且饮食少盐、少油、少调料，主要是清蒸、水煮、凉拌这种简单的烹饪方式，但却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同时也是十分健康。4. 吃鱼吃得多。日本人为何全球最长寿中提到日本四面环海，日本人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海产品。据悉，日本每年人均食鱼量达到了100多公斤，而海鱼中的营养成分是十分有益健康的。此外，日本人还好食海苔、裙带菜等的海产品，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和微量元素。3. 有时候明明不饿，为什么总是想吃东西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感觉自己肚子不饿，但是总是忍不住想要吃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是情绪化进食。有时候我们想通过食物来寻求安慰和缓解压力，或者以食物奖励自己，而常见的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很容易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此时多巴胺分泌增多。心理学家也表示，激活奖励系统的行为很容易被重复。心情低落时，第一个冲动就是大吃特吃，这就是明显的情绪化进食。这种奖赏系统一旦过度，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使我们的身体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需求增加，耐受性也不断的增加。4. 怎么节食才健康呢？有人听从吃得少更长寿的观点，就开始盲目的节食。像案例中的阿婆，虽然清楚肥胖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但是却错误的通过过度的节食控制体重，最终就会引起中度的脂肪肝的问题。其实节食并不是吃得越少就越好的，要知道节食也是要讲究限度以及方法的。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同而且流传的节食方法就是间歇性的断食，也被称为轻断食。其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以下4种。1. 16/8断食法，一天内有16个小时需要节食，另外8个小时则可以正常的进食。2. 5/2断食法，一周内任意选择2天需要节食，而其他5天就要正常的饮食。要注意控制断食日能量摄入，一般情况下女生小于500卡，而男生小于600卡。3. 24小时断食法，在一周或者是2周内有1天或者是2天完全不进食，其他时间正常进食。4. 隔日断食法，一天节食后1天正常饮食，如此循环。也可以根据自身选择隔2天或者是3天断食1天。以上关于轻断食的方法是因人而异的，在选择的时候应当以适合自己和不影响正常生活为主。另外，节食有益健康这一说法其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有很多的权威专家有过证实，但是大多数都是在其他物种上的实验数据，根本上它缺少人体的试验数据。每餐7分饱，健康活到老，这一俗语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而从现今的研究来看，少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健康是有利的，但是节食应当注意限度和方法。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